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多模态基础模型的文本利用。该研究由哈佛医学院等多家权威机构共同完成，研究成果发表在《自然通讯》顶级期刊上。它揭示了多模态 AI 在医学诊断中的惊人表现，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个致命的盲区缺陷：模型依赖文本线索，而非真正看懂医学图像。例如，它可以通过病例文字猜对正确的诊断，但当图像与文本冲突时，视觉判断会全面崩溃。这挑战了多模态人工智能的真正视觉理解。医学图像测试里，顶级 AI 准确率远超人类医生。GPT-5 与 O3 的准确率分别达到 84% 和 81%， 人类医生基线仅为 49%。然而，这种超强表现并非源于真正的视觉理解。AI 依靠语言能力，从病例文本中提取线索，误导性文本输入后 ，AI 视觉判断系统全面崩溃。原本100%准确的病例，在误导文本下，准确率骤降至 6.8%。这说明多模态大模型的视觉理解存在致命盲区。使用 AI 辅助诊断时，必须警惕文本锚定陷阱。医疗 AI 从单模态向多模态演进，单模态仅能处理文字，如电子病历，它缺乏对物理世界的直观感知；多模态则结合影像与临床病史，这模拟了人类医生的多感官诊断方式。多模态被视为通用医疗 AI 的终极形态，它有望整合视觉和语言信息，但本页仅展示演进路径。诊断测试数据集包含1090例顶级疑难病例，其中 41% 来自皮肤科，比例最高放射科病例占 29%， 其他复杂科室占 30%。所有病例均选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，这些病例极其罕见且具有教育意义。每一道题目都包括关键医学图像，同时附有一段详细的临床文本描述。这样的设计旨在模拟真实复杂诊断场景。本次测试共纳入8款前沿人工智能模型，闭源阵营包含了 O3 推理模型、GPT-5 旗舰、GPT-4V 与 Gemini Pro 等4个模型。开源与医疗特化模型包含了 Llama 32B、MetGamma 以及 LLaVA-Met 等3款。这些模型覆盖通用推理、视觉基础与医疗场景，它们将在 NEJM 疑难病例上接受统一的严格考验。核心疑问是，它们能否在看图识病中超越人类医生？这个参赛矩阵为后续诊断竞技提供了阵容基础。每款模型的准确率将揭示多模态能力的真实水平。GPT-5 与 O3 的诊断准确率均大幅超过人类医生，而人类医生的基线准确率仅为 49%。8款模型中 ，GPT-5 与 O3 的得分远超其余6款。排名末尾的 LLaVA-Met 准确率仅 31%。顶级 AI 似乎已彻底征服医学图像诊断领域，但这一惊人成绩是否真实引发严重尖锐质疑。这成绩可能源于模型强大的文本分析能力。后续实验将揭示准确率的真正核心驱动因素。现在，研究者要打开黑盒，他们剥离所有文本，只给 AI 看医学图像，这直接测试 AI 是否真的具备视觉理解。之前惊人的准确率可能来自文本线索。没有文本指引时 ，AI 还能保持高水平吗？这部实验将揭示 AI 的认知盲区，它在检验多模态模型的核心能力边界，结果将决定 AI 是否真正看到了图像。实验对比了 AI 与人类医生的诊断准确率，随着文本信息量增加 ，AI 准确率迅速攀升，从 40% 爬升至 90%， 提升显著，而人类医生的准确率保持在 50% 水平。这说明 AI 高度依赖文本线索进行判断，文本字数越多，线索越丰富，准确率越高。而人类医生主要依靠图像本身的视觉特征，这表明 AI 的视觉能力远弱于语言能力。当文本足够丰富时，图像对 AI 来说变成了无效信息。仅看图的表现大幅下降，柱状图显示它最低图文双全与仅看文本的得分完全一致，两者柱状图高度相同，都远高于仅看图。这意味着 AI 并没有真正利用图像信息，它的高性能完全来自对文本线索的提取，图像成了冗余的噪声，而非关键证据。这个发现揭示了多模态模型的真实短板。多模态大模型的真相是，它读文本的能力远大于看图像的能力。AI 在医学图像上的超人类表现，主要靠提取文本中的隐藏线索。它并非真正理解了图像的病理特征，而是被文字指引了方向。
这种对语言的极度依赖成为它最致命的弱点。当文本信息丰富时，图像几乎变成无效的冗余。实验结果反复证明，纯文本输入与多模态输入得分完全相同，这意味着 AI 的视觉系统被语言中枢彻底压制。认清这个真相，才能避免被它的高准确率所迷惑。压力测试实验检验 AI 系统对文本的盲从倾向。基线选取348例 GPT-4V 看图全对，这证明在无文本干扰下 AI 视觉完美。接着引入2种文本干扰，轻度与重度。轻度干扰是虚构同事的错误诊断建议，重度干扰生成与错误选项吻合的伪造病例文本。最后让 AI 重新测试这些原本全对的病例，观察它是否会放弃视觉证据盲从错误文本。压力测试选取了348个纯图像答对的病例，加入虚构同事建议后，准确率降至 27%， 引入误导病例后，准确率暴跌至 6.8%。即使是顶级的推理模型 O3 也无法逃过这一陷阱，它的准确率从 84% 锐减至 28%。当文本开始欺骗时， AI 的视觉判断随即崩溃， AI 不再信赖清晰的图像证据，转而盲从错误文字，视觉防线彻底瓦解，文本干扰成为致命弱点。大模型内部存在2个核心中枢，视觉中枢权重较低，语言中枢则拥有极高的处理优先级。当图文信息冲突时，语言中枢会直接复写视觉中枢的判断，这一机制被称为硅基锚定效应。模型对强烈语言线索有不可抗拒的偏好，它强行让图像去迎合文本，而非基于视觉证据。这就是 AI 在误导性病例面前崩溃的底层原因。理解这一效应，才能设计出有效的安全协议。第一个临床案例揭示文本锚定效应的危害。图像显示典型水痘皮疹，视觉特征非常明确，但 AI 接收的文本包含多个性伴侣等关键词，这些词语触发了 AI 对梅毒的强烈联想。AI 立刻抛弃视觉水泡证据，给出梅毒的错误诊断，而真实诊断应该是水痘，这是一个致命错误。此案例说明语言线索能强行复写视觉判断，医生必须警惕这种由文本引发的系统性偏差。第二个案例展示更大的隐患，胸部 X 光片显示极度明显的气胸，需要紧急插管， AI 却收到病例文本，强调骨质疏松与急性背痛。文本中的骨质疏松一词完全吸走了模型注意力， AI 最终诊断为椎骨骨折，对肺塌陷视而不见。这证明锚定效应在致命场景中极其危险，即便图像证据再清晰，文本误导也能覆盖视觉。医生必须警惕这种由文本引发的系统性偏差。第三个临床案例展示了脑出血误判的严重后果。CT 影像清晰呈现硬膜外血肿的典型形态，但 AI 接收的临床文本包含关键诱导短语，一生中最严重的头痛是教科书式的经典描述。AI 像条件反射般直接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，这2种脑出血需要截然不同的紧急手术处理。AI 因盲目跟随文本而误选了错误的治疗方案，这一案例再次暴露语言锚定在诊断中的致命风险。第四个临床案例聚焦过敏诱饵，患者脚底有强烈的血管栓塞视觉证据，但 AI 接收的文本提到海鲜不耐受， AI 将过敏史与注射后症状强行关联，它诊断为普通的造影剂过敏，完全忽略了致命的胆固醇栓塞。这个案例表明，文本线索能彻底覆盖图像，即使视觉证据非常明确也无济于事。接下来是终极测试，场景转向真实复杂病例。数据集来自 NEJM 临床病理讨论会，共69例最高难度长文案。这些病例包含大量文本、表格和医学图像。核心问题：当文本已足够详细时，加入图像能否提升 AI 表现？这与前面短篇选择题截然不同，它更接近临床医生面对的真实情况。AI 需要整合多种信息源才能做出判断。这个测试将揭示多模态模型在实际应用中的真正价值边界。视觉悖论在 NEJM 病例测试中清晰地显现。当临床文本已经高度专业且详细时，强制添加图像反而会降低准确率。GPT-4V 的文本加图像模式表现更差，其准确率显著低于仅文本模式的表现。统计显著性用3个星号明确标记出来，而 GPT-4V Turbo 2种模式无显著差异，这表明图像可能成为干扰文本引擎的噪音来源。研究团队总结出多模态 AI 的4种诊断模式，
横轴是图像清晰度，纵轴是文本信息质量。左上角象限文本准确但图像模糊 ，AI 纯靠文本推理；右上角象限文本准确且图像清晰 ，AI 进入超级医生模式。左下角象限文本误导且图像模糊，系统彻底崩溃。右下角是最危险的致命盲区，文本误导但图像清晰 ，AI 会放弃确凿视觉证据，盲从错误文本。这一矩阵揭示了 AI 的弱点边界，文本优先级远高于视觉。直接投喂病例给 AI 会触发文本锚定陷阱，让 AI 作为第一阅片人同样非常危险。安全协议的第一条是视觉隔离策略，强制 AI 先只看图像描述视觉特征，然后才输入病史文本，避免语言中枢复写。文本排雷让 AI 审查病例与影像逻辑不符，人类守门要求医生对 AI 结论进行图像反查。三项协议构成防止 AI 盲从文本的屏障。医疗人工智能是强力推理引擎，但罗盘仍是语言。研究显示，致命盲区，文本误导可让视觉崩溃。顶尖模型在误导文本下准确率暴跌至 6.8%， 语言锚定效应会强制复写视觉中枢的判断。要释放人工智能视觉潜能，必须先认清这个本质局限。医生必须担任守门员，审查结论并反查影像。未来研发应聚焦提升模型的视觉推理能力。临床部署需采用视觉隔离等各种安全协议。洞察真相的双眼始终属于人类医生。